那麼弗格森執教曼聯從1986年到2013年，老 K 把它分為8個階段。第一階段1986到1990，這是重建期，弗格森也面臨生死的危機。1990到93年，第一批冠軍還有在英超的突破。93到96年，坎通纳王朝和92班的革命。96到99年，92班成熟期帶來了3冠王。1999到2003，三冠王後的統治和曼聯第一王朝的解體。2003到2006年，曼聯的低谷、換代和 C 羅、魯尼的成長。2006到2009，曼聯第二王朝登上歐洲之巔。2009到2013年，後 C 羅時代，曼聯最後的重建，傳奇弗格森的謝幕。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在1986年11月入主老特拉福德之前，咱们的亚历克斯·弗格森是個什麼情況？當時他已經在蘇格蘭足壇積累了接近30年的足球經驗，從一名職業生涯作風頑強、進球率極高的中鋒，一步步成長為打破了蘇格蘭豪門壟斷、震驚歐洲足壇的青年一代頂尖名帥。弗格森的球員生涯從1957年到1974年，他是個作風強硬並且高產的中鋒。弗格森出生在格拉斯哥造船廠的聚集區高文，這裡有強悍堅韌的工人階級背景，也深刻塑造了他的球風和後來的管理性格。1957年到1960年，在女王公園，年僅16歲的弗格森作為業餘球員，在女王公園隊上演了首秀，並且取得進球。此時的他白天還在造船廠當工具制造的學徒，加盟女王公園的時候是一邊工作一邊踢着業餘足球。1960到1964年，弗格森加盟了聖約翰斯通隊，在這裡他因為出場機會很少，一度萌生了移民加拿大的念頭。沒錯，咱們的弗格森有可能成為加拿大足協主席啊。但是在1963年對陣格拉斯哥流浪者的聯賽中，他爆冷完成了帽子戲法，一戰成名，於是很快進入了職業生涯的巔峰期。1964到1967年，在鄧弗姆林隊64到65賽季，鄧弗姆林隊爭奪聯賽冠軍到最後階段，還闖入蘇格蘭杯決賽。65到66賽季，弗格森聯賽打進了31個球，和凱爾特人名將喬·麥克布萊德並列最佳射手，同時率隊打進了歐洲博覽會杯8強，這也是歐洲聯盟杯的前身。1967到1969年，他在格拉斯哥流浪者，這是蘇格蘭的豪門球隊。67年，流浪者以破當時蘇格蘭國內轉會費記錄的 6.5 萬英鎊，以重金簽下了弗格森。但在1969年蘇格蘭足總杯決賽0-4，他們慘敗給死敵凱爾特人。在比賽中，弗格森被安排防守對方的比利·麥克內爾，可麥克內爾開場不久就頭球得分，弗格森因此受到猛烈的指責，之後再也沒有代表流浪者一隊出場過。他因為防守失誤承擔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再加上妻子凱西的天主教背景，在當時很保守的流浪者俱樂部內也受到冷遇，他最終被邊緣化並且離開。當時流浪者內部有宗派主義，後來弗格森也回憶，當時有俱樂部董事問過他，是不是在天主教堂和凱西結的婚。他本人自己後來也認為妻子的宗教背景可能影響了自己的待遇。這是什麼意思呢？老 K 多說一句格拉斯哥流浪者和凱爾特人他們的對抗被稱為老字號德比 Old Firm。 歷史上流浪者代表着新教和聯合主義陣營，凱爾特人代表天主教和愛爾蘭裔的移民陣營。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流浪者內部充斥着強烈的新教至上的傳統，極少簽下天主教背景的球員或者員工甚至就直接拒絕。弗格森本人倒是出身自新教的家庭，但俱樂部董事會卻對他的婚姻背景進行了嚴密的審查。董事問他的時候，弗格森回答我們是在婚姻登記處結的婚。對方也鬆了一口氣說那就沒關係。而晚年的弗格森在紀錄片中也曾經坦言，自己當時沒有讓那個董事滾蛋是自己這輩子最大的遺憾之一。他覺得自己當時低頭妥協，貶低了自己，更深深地辜負了身為虔誠的天主教徒的妻子凱西。不過60年代的蘇格蘭風氣之保守，不是我們現在能夠想象的，不是這麼2-3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好，那麼在他職業生涯晚期，弗格森效力於福爾科克隊和愛爾聯隊。在福爾科克期間，他開始擔任球員兼教練，初步展露出自己對球隊的組織、對訓練的紀律還有戰術布置的濃厚興趣。作為職業前鋒，弗格森的球員生涯一共參加了300多場聯賽，打進過170多粒進球。
不僅高產，他也是兼具敏銳的門前嗅覺，同時有着強悍身體對抗的球員。1974年6月，年僅32歲的弗格森在低級別球隊東斯特林隊開始了自己的執教生涯。當時球隊只有8名正式球員，而且沒有守門員，週薪僅40英鎊。弗格森只用了幾百英鎊就組建起一套陣容，而且迅速建立起威嚴的管理風格。當時他隊內的球員曾經回憶，我從不害怕任何人但弗格森從第一天起就是個讓人膽寒的狂人，他能夠把人推到極限。接下來僅僅執教東斯特林4個月以後，弗格森被聖米倫隊挖掘。他接手的時候正是歷史上的低谷，球隊處於蘇格蘭第3級別的蘇格蘭乙級聯賽，主場觀眾不足1000人。他上台以後果斷清洗了老將，大量啟用年輕球員，包括後來的名将比爾斯塔克、托尼、菲茲帕特里克等等。1967到77賽季，他率領着一幫平均年齡還不到20歲的聖米倫隊奪得蘇甲聯賽冠軍，成功殺入頂級聯賽蘇超，主場的觀眾一下子飆升到好幾千人。3年內，他的球隊連升2級。1978年，弗格森和俱樂部主席威里托德產生嚴重衝突，核心的問題是弗格森自己。他在和聖米倫隊合同期內就已經悄悄告訴員工說自己準備去阿伯丁隊，甚至還詢問手下的球員是不是願意跟他一起走。但這時阿伯丁隊還沒有正式和聖米倫隊商談補償的問題，所以主席托德認為這是違約。弗格森後來以不當解僱申訴過，但工業法庭支持了聖米倫隊，這也是他漫長的教練生涯中唯一一次被解僱的經歷。接下來在阿伯丁1978到1986年，弗格森建立了王朝，打破老字號的壟斷，震驚歐洲。1978年6月，他接手阿伯丁以後，迎來了加盟曼聯前最輝煌的8年。當時蘇格蘭足壇已經被格拉斯哥雙雄壟斷接近15年，這就是流浪者隊和凱爾特人隊。而弗格森憑借極強的心理戰，還有很嚴格的紀律，以及有針對性的青訓工作，破開了這個局面。這段時間他拿到蘇格蘭頂級聯賽冠軍3次，蘇格蘭足總杯4次，聯賽杯1次，歐洲優勝者杯冠軍1次，歐洲超級杯冠軍1次。特別是在1982到83賽季，在歐洲優勝者杯，弗格森率領這支蘇格蘭的小鎮球隊一路過關斬將。1/4決賽，他們淘汰西德豪門拜仁慕尼黑。決賽面對着由傳奇迪斯蒂法諾執教的歐洲豪門皇家馬德里，阿伯丁隊在弗格森帶領下，經過加時賽苦戰，2-1爆冷奪冠。賽後，當時的斯蒂法諾由衷的感嘆，阿伯丁隊擁有一切用金錢買不到的東西，他們有靈魂，有團隊凝聚力。接下來，在歐洲超級杯中，阿伯丁隊又以總比分2-0擊敗了當時的歐洲冠軍杯冠軍漢堡隊，登上歐洲之巔。而在這段經歷的同時，弗格森還去國家隊救火，他臨危受命，兼任了蘇格蘭國家隊傳奇名帥喬克斯坦的助理教練。1985年9月10日，在蘇格蘭對陣威爾士的世界杯預選賽生死戰中，喬克斯坦在場邊因心臟病突發不幸猝死，弗格森立刻臨危受命，接管了國家隊的教鞭。於是他在跨大洲的附加賽2回合總比分2-0擊敗了澳大利亞，成功殺入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決賽圈。在墨西哥世界杯上，蘇格蘭和西德隊、烏拉圭隊還有丹麥同組。雖然小組賽沒有出現，但弗格森的高水平執教能力在國際賽場已經得到了認可。於是正是憑借在阿伯丁打敗了蘇格蘭2強的壟斷，而且還擊敗皇馬稱霸歐洲。憑借這樣輝煌的履歷，弗格森謝絕了好幾家頂級俱樂部的邀請。他本人後來透露，在1986年正式接手曼聯之前，他曾經拒絕過阿森納、托特納姆熱刺還有狼队的邀請。當時他在阿伯丁隊功勳卓著，當他向阿伯丁主席迪克·唐纳德說自己想去豪門球隊的時候，主席勸阻了他，並且告訴他不要輕易離開，或者不要輕易去其他俱樂部。如果要走，只應該去一支俱樂部，那就是曼聯。因此弗格森一直在阿伯丁堅守崗位，直到曼聯的邀請主動送過來。1986年11月，他最終應曼聯董事會的邀請前往老特拉福德，開啟了長達26年半的紅魔帝國時代。而在他入主之前，曼聯又是什麼情況呢？曼徹斯特联隊從來都不是一家小俱樂部，但此時正經歷着巴斯比爵士退休後的長期身份危機，特別1969到1981年非常動盪，還發生過1974年的降級。80年代，曼聯已經重新成為
杯賽和聯賽前4的常客，但始終無法恢復過去的聯賽統治力。從1968年過去問鼎歐洲冠軍杯，到1986年弗格森接手，曼聯在長達接近20年的時間裡，經歷過降級的屈辱，頻繁更換主教練，而紀律問題在80年代中期非常嚴重，尤其1986年前後。60年代傳奇的主教練馬特·巴斯比爵士率領曼聯在1968年奪得歐洲冠軍杯，達到俱樂部歷史上首個巔峰。然而隨着巴斯比在1969年退休，曼聯先後經歷了麥克吉尼斯、奧法雷爾、多赫蒂、塞克斯顿等等多任主教練，但没有一個能重现輝煌。在夺得歐冠僅僅6年後，1973到74賽季，曼聯竟然從頂級聯賽慘遭降級，而降級那一天更加殘酷的是，被轉投了同城死敵曼城過去曼聯的昔日功勳丹尼斯勞被他一個腳後跟破門絕殺。這個進球後來被神化了，說是丹尼斯勞親手送曼聯降級，但實際上當時其他場次的結果已經決定着曼聯即使這場獲勝也會降級。而1977年雖然多赫蒂率領曼聯奪得足總杯，但在聯賽中始終缺乏穩定性，沒有辦法真正挑戰頂級聯賽的冠軍。到了1981到1986年，曼聯進入阿特金森時代，這也是弗格森入主前最後的5年。阿特金森他打破了當時英國轉會費的記錄，以150萬英鎊簽下布萊恩·羅布森，又先後簽下了戈登、斯特拉坎、耶斯佩爾·奧爾森等等球員。與此同時，他大膽使用懷特塞德和馬克修斯等等來自曼聯青訓的球員。成績方面，阿特金森連續5個賽季將曼聯帶進聯賽前4，並且在1983和1985年2次拿到足總杯冠軍，已經把曼聯恢復成能夠穩定在前4了，但始終無法將前4升級成聯賽冠軍。球隊已經擁有打硬仗和在杯賽爆發的能力，卻始終缺乏能貫穿整個賽季的穩定性。傷病、陣容的結構以及對羅布森等核心球員的依賴，使得他們好幾次沒法把階段性的優勢轉化成最終的聯賽冠軍。1985到86賽季開局，阿特金森的曼聯先是豪取10連勝，而即使連勝結束後仍然繼續保持不敗，前15輪取得13勝2平，一度領先了第2名利物浦達到10分。但隨後球隊傷病增加，再加上紀律問題和飲酒的文化，後半程曼聯遭遇毀滅性的崩盤，最終眼睜睜看着死敵利物浦奪得雙冠王，曼聯僅僅名列第4。接下來1986年夏天，曼聯高層將主力射手馬克修斯執意賣給巴塞羅那，修斯當時是不想走的。於是已經受到傷病影響的曼聯隊又失去了重要的锋線核心。86到87賽季開局，曼聯前13輪聯賽僅勝3場，掉入降級區，排名第19位。1986年11月4日，曼聯在聯賽杯重賽1-4慘敗給南安普頓。2天後11月6日，阿特金森被解雇，弗格森正式接任。但這時候弗格森來了，面對的不僅僅是戰績滑坡，更是一個系統性潰爛的俱樂部體系。首先是蔓延到全隊的酗酒文化，以隊長布萊恩·羅布森為首，還有保羅·麥格拉斯、諾曼·懷特塞德，許多球員喝酒的量非常大，喜歡拉幫結夥的酗酒，這極度影響球隊戰鬥力。球員們經常在訓練後就開始大量喝酒，體能狀況很差，職業態度也不行。不過當時80年代整個英格蘭足壇所有的隊都喝酒。值得注意的是，隊長羅布森雖然喜歡喝，但仍然能夠保持非常高水平的比賽的表現。而麥格拉斯的問題則要嚴重得多。第二點，青訓方面，曼聯當時的青訓傳統並沒有消失。埃里克·哈里森從1986年起就已經開始重建青年隊，並且培養出懷特塞德、馬克修斯等一批球員。但弗格森到來後，認為曼聯的青訓招募範圍和組織仍然不夠強，於是弗格森進一步擴大了青年球探網絡，建立起卓越中心，並且把青訓重新提升到整個俱樂部的戰略核心地位。當時的曼聯在大曼徹斯特本地的青年人才爭夺戰，並不總是占絕对優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恩·吉格斯，早年先加入了曼城的青训體系。弗格森到來後，重新強化本地和全國青年球探網絡，最終将吉格斯帶到了曼联。第三點，當時曼聯籠罩在大英霸主利物浦的巨大陰影下，曼聯已經經歷長達19年聯賽冠軍荒，同時死敵利物浦正處在紅軍王朝的極盛期，整個曼聯球迷和管理層都處於極度的焦慮和自卑當中。當弗格森1986年來到老特拉福德的時候，
利物浦從1972到73年以來，已經夺得了9次英格蘭頂級聯賽冠軍，還有4次歐洲冠軍杯。相比之下，曼聯從1967年之後1次聯賽冠軍都沒有，更不要提冠軍杯了。所以後來的福格森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將利物浦從寶座上拉了下來。可以說，在福格森到來前，曼聯依舊擁有英格蘭最龐大的球迷群體之一，還有巨大的現場票房號召力，以及擁有老特拉福德這樣的豪門資源。本質上是一家擁有巨大資源和優秀的球員，卻長期缺乏穩定冠軍結構這樣一家豪門。他們職業的紀律性需要提升，青年隊招募體系需要強化，而19年的聯賽冠軍荒以及利物浦王朝，讓整個曼聯俱樂部承受着越來越巨大的壓力。於是阿里克斯·福格森駕臨，當時曼聯在22支球隊組成的第一級別聯賽中，僅僅排名倒數第21位。而曼聯董事會看中福格森的，實際上是他的重建能力和控制俱樂部的能力。這一點他在阿伯丁隊已經做到過。可福格森在曼聯的開局一點都不傳奇，第一場就輸了牛津聯隊一個2-0， 2場之後他才在主場1-0擊敗 QPR， 取得曼聯執教的首勝。而到了1986年節底日，曼聯才在安菲爾德客場擊敗利物浦。這場比賽也被認為是福格森早期非常重要的信心來源。那個賽季，曼聯最終從倒數第2爬到第11名，而且他在1986到87賽季剩餘階段甚至沒有進行大規模引援，主要工作先處理現在的球队已有的資源。福格森上任第一件事其實不是戰術，而是整頓紀律。後來大家討論他會從4-4-2呀、邊路進攻啊、反擊等等開始，但1986年其實剛到曼聯的時候，他最關注的問題是訓練強度、體能和職業紀律。好，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老 K 感謝大家的支持、點讚、熱推和分享。您想聽哪個主教練的故事，可以在留言區評論，盡量先滿足呼聲最多的要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